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 Weekend Project， 我是龙 Z56。本周要进行的是 App Inventor 的第11集，自己来写 APP 骰子游戏。本影片适合稍微进阶的同学来观看与学习，想要越级挑战的朋友，也欢迎拿这个单元来学习 App Inventor 2。首先，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 App 的运作方式。好的，那你现在看到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 APP。那它使用的方式很简单，你只要拿起它，摇一下，可以看到呢，上面的点数就会做变换。那在底下的数字呢，会同时算出它的点数。那图片呢，会跟着更换哦，然后骰子的角度也会每次有不同的变化。好，那在这个 APP 的撰写上呢，你可以学到感测器的使用，那变数的侦测，清单的应用，好，那图片上面图片的更换，寻人角度。那为 App 加上音效，还有怎么样产生乱数，来让这骰子有不同点数的产生。那另外呢，也可以用任意组件来降低你的程式码。好，那另外呢，当然程序的应用也是都有的。那这样是不是很有趣呢？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练习吧。的画面来，那我这边已经把这一个 regular dice game， 就是用一般的方式来制作这个 dice game 的 app 做好了哈。那来说明一下这边我们用了哪些左边的一些界面配置及使用者界面。第一个呢，这边可以看到说我用了一个是水平的配置，用一个水平配置。那中间呢放个 dice 1跟 dice 2，就是有两个骰子，骰子1跟骰子2。那中间用个图像呢，把它们中间做一个隔开，用比例10。好，那另外呢，在第二个的部分呢，用个水平配置，好，一样呢，在这边放个dice 3，就是一个骰子3跟骰子4。那中间一样用个图像呢，把它们中间给隔开。最后呢，底下呢加个点数。好，那在这边呢，我也有导入了一些不可视是加速的它是在感测器这边来加速的感测器丢进来。这个那加速感测器呢，主要是侦测你手机的晃动，然后它在判断你晃动之后做什么。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计时器，在这个位置加入计时器呢，当然等一下是拿来做变数的一个它的总做当是一个声音。声音的部分呢，是在声音的部分呢是在这一个多媒体的部分。好，那在这里呢有个音效，我们就把这个音效拉进来。好，所以我的 APP 呢这边呢一共会有3个组件，是非可视的组件，这3个，好，在这边可以看得到。一共拉进来这3个组件。那接下来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一个 app 用到的素材呢，一一上传到这 app 里面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在素材区这个地方，右下角这边有个素材区，你可以看到这边有 D1、D2、D3、D4、D5 跟 D6， 有这个6个骰子的图案。那如果说是 D4 呢？D4 PNG 呢，事实上就是你看到这个4个点，就这个4个点数，然后以此类推。接下来呢，这边有 Dice Shake， 这个呢就是当你摇晃手机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个骰子撞击的声音。那借由用这个上传文件的方式，把这些档案通通做上传。好，那我会把这档案的连结呢放在这个影片底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取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画面配置的一个整个的说明。按下小铃铛，按下喜欢，并且分享给你好朋友哦。好，那这个部分呢，在程式设计这边呢，一开始呢，好的，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程式设计的部分哈。那在最上面这里呢有4个变数 ，dice 1、2、3、4，这边就是用来储存每一次骰子所得到的一个点数。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加总，就得到总点数。
另外呢，接下来呢到这边 Screen One 呢是 App 开始的时候就一定会执行的嘛，所以我这边呢设定一个随机的种子，把它先呼叫计时器，取得当下的时间，然后取得它的秒，把这个秒呢丢到当做乱数的种子。那这个作用呢是主要是每一台电脑呢取得乱数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设定一个乱数种子，它每次一开始的所得到的数字呢都是会一致的。所以当你要使用乱数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把这个乱数的种子重新设定，给它一个不同值。像我这边就是给它一个秒的一个数值，所以它每次呢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加速度感测器。我刚刚有提过，我们有加了一个加速度感测器，到这个 App 里面来。那这边呢有个当它被晃动的时候要做什么？这边你可以从这边来往下拉，加速度感测器这边按一下，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选项叫做加速度感测器被晃动，这边就拉同样的东西进到这边来。好，当它每次侦测到呢手机被晃动之后呢，第一个它先播放一个 Sound One。好，那这 Sound One 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在画面编排这边有提到，这边有设了一个是声音这个地方，声音。那在它的那个组件的属性呢，这边呢就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图案。好，我们这边用到的是Dice 的 Shake， 就我们刚刚上传的那个 MP3 档案。如果你想要更换呢，只要按一下，你可以选择上传一个新的档案。好，我这边已经选定是Dice Shake。好，那回到程式设计的部分。好，这刚跟各位说明了上网怎么播放。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这个区块，这边是全域的 Dice One。刚刚提到说，这个 Dice One 呢是储存它的点数，那它是用乱数来产生的，它可能是从这边从1到6随机产生一个乱数，那这个乱数呢就会被储存到这个 Dice One 的一个变数里面，然后呢这个变数呢等一下会在这边它再传到这个 Update Dice Image。刚刚有提过，这个会呼叫一个程序。那这个程序呢 ，Update Dice Image 呢，主要的作用就是把你的现在在做的一个物件，就是现在是 Dice One， 然后把你拿到一个随机乱数丢过去给它，来呼叫这个副程序。那么来看一下这程序在做什么。这个程序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好，这个地方，它这个程序的定义呢是 update dice image， 对不对？它第一个呢先抓一个物件 dice number， 好，这个就是刚刚讲丢过来的 dice one。那这个 rand 呢，事实上就是事实上就是1到6的那个数字。这边的 rotate angle 呢是说，我要转动这个骰子几度。那这边有设定1到359之间，它会随机取得一个乱数。那这个乱数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转动它的角度。好，那各位看一下呢，这个区块呢，就是针对说你刚刚丢进来的这个数字到底是1，好，如果是到底是1还是2还是3还是4，好，如果是1的话呢，这个 ran 呢有没有这个 ran 跟这个 ran 是一样的哈？这个如果它是等于1的话，内容是1，那我就把这个图像的图片呢，变成是 D1。当是点数1，我就给它 D1 的图；当点数是2呢，我就给它 D2 的图，以此类推。那这个 dice num 呢是什么？就是那个元件。基本我们刚刚把那个当它等于1，我们把 dice number 丢进来，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一颗 dice。如果呢它是等于1的呢，我就把这一个元件呢的图片呢改为叫 D1，并且呢设定它的图像的旋转角度。那要旋转哪个图像呢？也是由这边来确定的哈。旋转哪个呢？就是 dice number， 就我们刚刚传进来的，在呼叫这程序传进来的那个 dice number。比方说是第一颗骰子，它就旋转这个图像的角度呢，旋转刚刚传进来，如果是第一颗就 dice one， 然后呢给它一个 rotation angle， rotate angle。
rectangle 呢就从这边来的1到359，好，它就针对你丢进来的参数来做一个变化。那各位如果仔细看呢，这边其实这个区块1跟第二个区块跟底下的区块事实上都是一样1、2、3、4，所以我们再重复了从1到6，就看点数是几点嘛，好，我们就做一样的事情，好，是1就给它 D1， 2就给它 D2， 然后呢3就 D3， 然后每次都给它旋转，不同就按照这个乱数的角度旋转，那图片把它更改成你得到的数字的那个点数，好，主要这一个程序是这样来做的。好，那我们骰子呢一共有4颗，好，所以我这边呼叫一次之后呢，呼叫这边一次，那第二次呢一样再做一个呼叫，有没有？再做一次呼叫，那第3个骰子再做一次呼叫，所以我就可以针对每一个骰子呢，都给它一个不同的图片，好，按照你得到的数字给它图片，也可以给它做一个旋转。好，那这样子就是得到全部骰子都翻面完毕之后呢，最后呢这边有个 score 的文字，把这个呢整个 dice 1、2、3、4，刚刚有说1到6储存在这个变数里面，对不对？那这个4个变数相加，好，这边用相加的方式，把4个加起来呢就是 total score。我们看一下这边的 score 呢就在这个地方，好，这一个呢它的名字就叫 score， 好，所以我就把4个相加，再把它丢到这个的文字上面来，好，设定它是这个文字，好，这样子呢就完成了这个 app 的设计了。好的，那在这时候呢，你可能有一个问题，就说，我们刚刚在前面设计的图像都叫 dice 1、dice 2，或是 dice 3、dice 4，没有所谓的叫做图像，没有所谓的图像这个东西。那图像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any component， 就是任何组件。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左手边的这个选单里面呢，一直拉到最底下，这边有个所谓的任意组件，好，这个图像呢就从这任意组件而来的。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当你把这打开，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所谓的任意加速感测器、任意计时器、任意图像。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今天要操作一个元件元素的时候呢，或是一个组件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所谓的任意图像，或是任意计时器、任意感测加速器，用它一个呢来代表多个身份。好，像我图像，我们的骰子有4个，对不对？这个任意图像呢，就是可以指定任何一个图像。那我们这边点进去呢，你往身份项往下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像的图片跟这个任意图像。好，这个任意图像呢，一点下去呢，我们再选定这一个。那在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你仔细看到这边有个所谓的元件，当你指定的图像去变更的时候，因为你不是直接指定 dice 1或 dice 2，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是用这所谓的任意图像，你要告诉他说，你到底要变动的是什么元件？我知道在这元件中间插入那个元件，好，那它就依照那个元件来做改变。好，我们来看这边。记不记得我们刚在呼叫的时候呢 ，dice number 这个地方 ，dice number 这边我丢进去就是 dice 1这一个元件或者是组件，好，所以当我呼叫这个 update image 的时候进来之后呢，这个元件呢事实上就是取得 dice number， 就是这个参数进来，然后丢给它，假设它是等于1。它就呼叫它，那这时候如果是 dice 1呢，它等于把这个 dice 1丢进来，所以我们的程式呢就可以很有弹性的去写说，我在呼叫这个图像的这个元件，那元件是谁呢？像我直接就指定由这边传过来叫 dice number， 所以我就可以用一个变数来取代这个元件，而不用写说ren 等于1，那 dice 1呢就等于1，它如果是 dice 2就 dice 2等于1，那这样子就会整个程式呢就会变得很麻烦。这个主要是任意组件的一个使用方式，很方便吧？如果你学起来的话呢，你功力也会大增哦。部分呢，就是如同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在这边有很多重复的元素，
这边很多重复元素。好，那在右边这边呢，定义程序这边也是有很多重复的元素。那在程式设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尽量不要去使用重复的程式码。好像这块重复了6次，这块重复了4次。那我们在这边呢 ，App Inventor Tool 呢，可以让我们使用任意组件来简化这个程式。好，那我这边来打开一下，我这边已经做好的这个简化过的一个版本。按一下专案，我的专案这边跟刚刚比起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是不是少很多？我重复的东西通通被移除了，重复的东西通通被移除了。好，那这边呢，我来讲解一下，到底是要怎样才能够把这些重复的项目在你的程式中把它移掉，然后不影响原来程式运作。好，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尽量的利用所谓的清单。好，所以这边有个point list， 就是点数。本来刚刚我们的点数用了4个不同的变数 ，dice1、dice2， 对不对？dice3、dice4。这边呢，我就把 point list 这个清单呢建立用来储存所有的点数。好，它就是一个阵列。好，那这个阵列里面呢，可以储存4个点数。第二个呢是这边 dice list。dice list 呢，就是我原来有4颗不同的 dice， 对不对？它有4个元件，那在这里呢，我就是把它用清单的方式把它变成是一个清单，所以我只要呼叫这 dice list 就可以取得这4个不同的组件。好，那刚刚一样的部分呢，我这边就不再多做说明哈。随机乱数刚刚说过了。好，那这边呢，这个区块呢，这个区块主要是说，好，我从1到4，好，每次增加1，然后取得呢 point list 的这个清单。好，所以呢，增加清单的项目呢，每次都给它加一个0，每次都加0进去，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清单呢，通通是把它清空，而且里面通通是0，好，有4个0在这里面，好，这就是 Screen One 的整个作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往右边这边来看一下，当我的感测器呢被晃动的时候。感测器这边被我有点改名字哈，所以叫 G sensor。被晃动之后呢，一样呢，这先播放一个声音，好，这刚刚说明了。好，接下来呢，我在这个被晃动的时候呢，这边设定一个区域变数叫 total point， 也就是说，它每被晃动一次呢，这个区域的变数呢 total point 会记录说我总共得到多少点，这样子。好，那这边有一个 I 呢是区域变数，它跑了几圈。任意的一个任意的 dice number 清单，好，然后它取得 dice list， 这刚 dice list 刚左边我们定义过了嘛，对不对？就是1、2、3、4，这个 dice list 就这里1、2、3、4，事实上就在这里，所以呢，它一共是不是有4个？好，有4个。好，那接下来呢，这边就用一个区域变数 rand， 好，这个 rand 呢就是刚刚我们在每一个骰子前面呢就会抓一个1到6，那我们现在把1到6呢设定为是这个 rand， 好，接下来呢一样呼叫这 dice update image， 一样的给它一个 dice number 跟一个 rand， 把这数字对进去，这个呼叫方式跟刚前一个程式是一模一样的，好，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这边看。这个 update dice image 呢，跟刚一样哈 ，dice number 跟一个 rand 一个数字进来，那一样呢，有设定一个区划变数的 rotation 的 angle， 好，那这个 dice image 呢，先把它变0，先把它变个空白，好，那我 dice image 呢，因为是一个参，是一个变数，我现在还不知道得到是什么，好，但是我已经知道这个数字了嘛，如果这个数字是1，我是不是等于是dice one d1 点 jpng 的这个图档？好，所以这个 dice image 呢，好，我就把它设定为说，用这个合并文字的方式，先把 d 放在这边，好，那拿到 rand， 再拿到 png， 所以就等于 d1 点 png 或者 d2 点 png。好，那再用刚刚我们所用过的这个图像图片的任意组件的方式，取得 dice number， 好，这个 dice number， 好，比方说是1。
这个 dice number， 比方 dice 1或是 dice 2的哪一颗 dice， 然后呢取得它的元件呢，这个图片呢设为是这个元件的图片。这图片 dice image 是刚刚在这边嘛？如果它是1，它是 D1 PNG， 第2的话呢就 D2 PNG 这样子。好，那旋转的角度也是一样哈，旋转角度。图像旋转角度就是 dice number， 就是刚刚传进来这个 dice number 第几颗 dice， 然后呢，它到底是旋转几度，就由这边来指定的，1到359之间的乱数。好，这样子呢就可以把那个图像给它做一个转动，并且更换。那如果你从这边来看到，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用到的那个要跑，如果点数等于1，如果点数等于2，这件事情在这边已经不会再用到了。那整个程式是不是简化了许多呢？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好，这个呼叫了之后呢，我们已经取得这一个数字，而且呢，取得数字呢，还有 dice 的 number 呢，取得之后呢，也把图变了，图案也转了。这时候呢，我必须把这个选单清单，这个 point list 是刚刚我说用来储存第一个点数、第二个点数。那这个 range 呢，就是刚刚得到的1到6，所以我就把这个呢加到这个清单里面去。然后这个 I， 目前用不到这个 I， 我们可能可以把它取消。好，这个 I 的部分呢，我到时候会把它取消。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变数刚刚讲的 total point， 这里 total point， 我就把 total point 呢，的这一个变数呢，把原来的数目加上新的数字。比方说第一次是绕一圈的话是第1点，绕第2次是3点，那它就是变3加1，它就变4。好，那下一个点再进来，它就变4加，比方说又得到1点，5就得到5点，是这样子的。好，那接下来呢，就刚刚一样，把那个底下的文字呢设成是这 total point， total point。去这边做一个增加的时候，每绕一圈增加。当你骰子甩第2次的时候，清单没有被清空，所以呢，它就一直累积，到时候就造成错误了。所以记得呢，在这个最后一个点的地方呢，要把它设成是空的清单。这样它就可以把它清空。你甩第2次呢，它去加总这个清单里面的项次的时候，才会是永远都是4次。好，那这个呢，就是以上的说明。刚刚已经说过了。这地方有一个是说，这一个是不需要的还有这个 I 是不需要的这本来是要来记录那个项次。看这2个是不需要的，可以把它拿掉。好，那你各位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就是用任意元件跟没有用任意元件的一个差异。我们再看一下，你的程式码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简短。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那一个 regular dice game， 一大堆重复的。那经过呢这一个我们刚刚用这个任意组件的这个方式呢，你可以大大简化你的程式码。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有关于这一个骰子游戏的整个说明。那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到你。也希望呢，你能够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然后呢，也帮我按下喜欢及按下订阅。那对了，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在这影片下方留言，我将会尽可能的回答你的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